第2集，宣山一夜生死离别，燕瀛洲确实已死，身中32刀，其中有3刀致命伤口，护着那枚甲令引天下人追杀，至死也未吐露真相，这一份忠心实是难得。也正是黑风息对燕瀛洲的敬佩赞赏，愿派人寻其尸首埋葬于宣山。几日休养过后，白风息来到墓前祭拜燕瀛洲，而他对待黑风息的态度依旧是冷若寒冰。其实早在之前，白风息已从沿路的蛛丝马迹发现了黑风息本就知晓黑衣人的存在，可他明明有机会救下燕瀛洲，却要眼睁睁看着对方苦战而死。黑风息没有过多解释，任由白风息的误会愈深，相信他迟早有一天会明白，正是纪王的贪婪葬送了燕瀛洲。当晚山下火光冲天而起，瞬间将夜幕染成绯红，而韩家上下惨遭灭门，之前与韩玄龄有过节的白风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凶手。黑风息出面为白风息作证，暂且劝退了前来寻仇的众人。此时韩家大火已被扑灭，全府几十口人无一幸免。白风息检查过尸首，根据弯刀伤口推断与断魂门有关，或许是为韩家药方而来，若是能够得到药方制成丹药，无论是战场亦或江湖都会成为很大助力。黑风息所掌握的消息，韩家共有55口人，可方才发现尸体少了1人，又恰巧是少了小孩的尸首，所以猜测韩玄龄已将幼子韩普藏了起来。2人来到内殿，寻到机关打开密室，果然发现藏在密室之中的韩普以及他身边的药方。由于韩普所受到的刺激太大，当场晕了过去。白风息要带孩子离开，怎知黑风息趁机建议他对外公开消息，声称已找到韩普和药方，如此可引断魂门上钩，同样也会身处险境。白风息将韩普安置在客栈，亲自为他准备了白粥，考虑到黑风息的方法尚且可行，于是准备以身试险。与此同时，黑风息在回去的路上遭遇埋伏，并且发现对方身上的银液，当即命人改道前往客栈。韩普被黑风息施以银针，总算是可以好好睡上一觉。而黑风息察觉到白风息的内息依旧不顺，好奇他已有韩家药方，却不制作佛心丹解毒。可白风息有自己的原则，即便他对佛心丹的需求再迫切，也应该要经过韩普的同意。白风息询问黑风息可否有断魂门的线索，结果看到他拿出一枚银液，种种迹象皆已指向于城上家。作为于城2大家族之一的上家，其实力雄厚，富可敌国，若是想要知道他们为何串通断魂门夺取药方，恐怕于城之行必不可少。隔天清早，一辆马车缓缓而行，车上驮着3人，左右两旁坐着白风息和韩普，至于黑风息则坐在正上方，目不转睛地看书，偶尔与白风息斗起嘴，互不相让。白风息嘲讽黑风息性子孤傲，恐怕没有一位姑娘能得他青睐，怎知黑风息竟突然提及青州风息云，但凡回忆起此人，都会是赞不绝口。一手思念的韩普想到了父亲，不由嚎啕大哭，到后来哭得饥肠辘辘，岂料食盒里的东西早已被白风息吃光。趁着白风息下车去附近找食物，黑风息拿来几味珍贵药材请韩普辨认，表示之前尝试多次都没能成功制作佛心丹。韩普认为没有成药的原因，极有可能是淬药的方法不对，所以愿意帮他解决这个难题。萧雪空向皇朝汇报白风息下落不明，恐怕他与玄吉令都落入黑风息手里。皇朝命人开墓带走燕瀛洲的尸首，运回冀州以国礼安葬，顺便吩咐萧雪空查探黑风白息的消息，他要亲自会会这2位绝顶高手。韩家灭门之事尚未有结论，奈何江湖各路人马皆已聚集在天霜门，要求对方交出白风息和玄吉令。掌门白建德当众立下承诺，天霜门向来不参与朝堂争斗，亦是对玄吉令无益，而大家不敢贸然触怒白建德的威严，只得先行离开。夜里留宿客栈之时，不料断魂门的人追了过来，因为不是黑风息和白风息的对手，一番打斗过后，全都自尽而亡。如此也算是给韩家报了血仇。白风息叮嘱韩普以后切不可杀人，
因为杀人无法让人感到快乐，至于断魂门的余孽，则由他去了结。任川云得知黑风息去了虞城，唯恐这边再生事端，幸好黑风息给他准备了书信，便带着弟弟任川宇去找环娘，按照吩咐行事。反观断魂门门主猜到黑风白息已经掌握了线索，索性在虞城静等他二人，事先破了饮泉水榭在虞城的据点，这些据点如同黑风息的眼睛，失去饮泉水榭等同损失近半的实力。然而饮泉水榭真正的据点极为隐蔽，同样黑风息也招揽不少高手，但是他的确没有想到断魂门竟然能在一夜之间拔掉虞城的据点，看来背后之人不容小觑。尽管黑风息犯愁没有饮泉水榭的帮助，想要查出上家的真相会比较艰难，不过他已经有了对策。虞城乃是商周重城，富甲天下，上家是虞城的2条地头蛇之一，所以对付地头蛇的办法便是寻找另外一条地头蛇的帮助。正因如此，黑风息选了一家上好的客栈，不急不慌地点了饭菜，坐等大鱼上钩。果然门外传来喧哗，原来是虞城齐家少主齐云看上了黑风息的马，便想着花钱买走，奈何黑风息不同意，气得他让随行的男子出手教训。男子内力深厚，钟离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而白风息一眼看穿对方身份，忍不住感慨虬江盟盟主赵青侯居然给人看家护院，说完便一脚将他踹倒在地，吓得齐云带着家丁急忙离开。